现在我们开始讲湿地的枯地上次我们讲到枯寂倒灭湿地的大概的概念下面就是比较细节的讲这个湿地的一些形象。湿地形象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讲枯地的这个四种形象。枯地是什么呢？枯地它本身是什么呢？枯地是在佛教里面讲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叫做七世界六道众生有生命的叫做这个有情世界。就是这两个内外的世界叫做枯地。也就是说六道轮回和六道轮回的众生以外的这些事物也就是说我们平常24小时当中眼耳鼻舌身还有这个我们的意识所接触到的这些所有的现象叫做枯地。那枯地是因为经常我们就这个接触到，所以离我们最近的是枯地。人的这个自身也就包含在枯地当中。它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经常跟我们相处在一起的，但是呢我们凡夫人对这个枯地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因为缺少了这样的认识，所以就导致了很多很多的痛苦，甚至这个六道轮回。所以现在我们呢就是必须要对这个枯地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上次我们讲过这个佛教就认为这个枯地的所有的它的形象里面呢最重要的对我们的解脱最有关系的就是有4种。其他的也有很多种，但是这些呢对我们的解脱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佛教里面呢对这些众生对这些事情就不进行思维。上次我们讲过，譬如说月球上呢有没有水火星上有没有生命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佛教认为这个一个短短的生命来说是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问题。需要什么呢？就是最关键的，就我们要思维4个问题。4个问题呢对我们来说就是最重要的。4个问题是最重要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讲过无常痛苦，还有这个无我和空性这4个叫做枯地的4种形象。这4种呢为什么就是对解脱有那么大的关系呢？我们就静下来好好的思维一下。思维什么呢？平时我们的贪心、嗔恨心，还有这个这无明贪嗔痴和贪嗔痴所造的
这些杀生、偷盗等等这些罪业，是由什么样的东西引起来的？这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四种这个真知真见，就是无常无我等等的四种真知真见，所以就会产生的。譬如说第一个无常无常的这个无常的见解跟它相违的对立的是什么呢？就是常住不灭我们认为很多这些世间的很多东西是常住不灭，所以对他们生起了这个贪心，也生起了嗔恨心比如说一个人就是恨自己的仇人如果这个人就是修无常修了无常，真正体会到这个无常的话呢，他是不可能恨这个仇人的因为上次我们也讲过仇人他也不一定永远是仇人从另外一个比较细节的角度来说所谓的这个仇人也是一刹那一刹那的生灭，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因为前前后后生灭生生灭灭，这样也就不能找不到一个所谓的人所以他这些从这些方面看的话呢就他肯定是如果有体会比较深，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呢，他肯定是对仇人不会有这个嗔恨心。贪心也是一样我们认为这个财产、钱财或者是这个世间人很向往的名义地位等等的东西我们认为他们是靠得住的是常住的不灭的，所以我们就是拼命的去追求这些东西。如果真正的感觉到这些是无常的靠不住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可能去追求这些，这个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前在这个普贤上师研究当中讲过，有一个上师在山洞里面修行闭关了9年，他的洞口就有一个这个荆棘然后他进进出出的时候，他衣服挂在那个荆棘上面很不方便他出去的时候就想把这个荆棘砍掉然后出去了以后他就想这是无常，一切都是无常我不一定再进这个闭关的山洞干脆就不看这个，还是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就没有做进去了以后呢，他有衣服挂到这上面不方便，他又想把这个荆棘砍掉，然后进去了以后，进到山洞里面以后呢，他认为我不一定再出这个门还是在这个山洞里面不浪费时间，还是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这样呢，他就在这个山洞里面住了9年上师成就了，就离开这个山洞，但是洞口的这个荆棘呢，还是就跟以前一样就长着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觉得一切都是无常的这些没有意义无聊的这些事情呢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所以我还是不去做，我还是要去做一点对生命有意义的事，也就是说这个修行这是不是真悟空性的原因？他是体会到这个无常的原因如果我们就看这些对待这些事物世间法的时候呢，如果真正体会到这是无常的话呢，我们不可能今天这么拼命的投入
这个追求物质生活的这个当中，不可能的。那么现在很多人，也就是说所有基本上都可以说是除了这些菩萨呀等等以外，所有人都是很拼命的投入在这个追求物质生活的这上面。那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靠得住的是常住的不灭的以这样的这个错误的观点导致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推翻我们自己的这个常住不灭的这种常见就是我们每一个凡夫人都是先天性的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想法观点就认为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是不灭的，是常住的，是靠得住的这样以后呢就会出现引起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首先要修无常，修了无常以后当我们的这个常见推翻了以后当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无常的时候虽然是还是以前的那个人，但是呢看问题就不一样了，不是以前这样看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苦地的第二个形象就是痛苦为什么要修痛苦呢因为我们常人就是认为这个轮回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快乐幸福不觉得这个轮回苦所以有这个不顾一切的去追求这个世间的钱财金钱名义地位等等的这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认为这里面有幸福这里面有快乐，所以就是这么投入这么投入。为什么这么投入呢？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投入的话呢，那其他人让我们投入也不会投入的但是我们为什么那么主动为什么那么主动？为什么一生这么几十年全部都花在这个上面？为什么愿意呢？这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当中有快乐幸福，所以不需要其他人鼓励我们也不需要其他人强迫我们自己去追求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观点引起的。这错误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轮回人天的这个果报当作快乐所以就引起了这些问题那么学佛的时候呢，佛告诉我们要求我们怎么看这些问题呢？佛要求我们看这一切轮回，所有轮回的这些现象都是痛苦的那么这是不是仅仅是佛的一种要求呢？也不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如果实际上不是这样这个佛的要求不符合实际的话呢，那佛不管有没有要求，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做因为这是事实，所以要去做。那佛的这个教导教育对我们起什么作用呢？它虽然是一个事实，而且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经常看得到体会得到但是呢就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老师就这个一会儿觉得痛苦，但是一会儿又忘了
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看作轮回是痛苦。轮回怎么是痛苦？有些人会想轮回怎么是痛苦呢？轮回当中呢也有这个快乐也有幸福这是我们亲身真正这个经历过的有些人也会这样想的。那么这个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轮回当中虽然也有一些世俗人觉得快乐的这样的这个感受是有的，是存在的。但是呢佛说的这个痛苦是什么？有3种痛苦。苦苦就是现在常人觉得痛苦的，这叫做苦苦。痛苦的痛苦为什么要有2个字呢？为什么要说苦苦呢？这是痛苦的痛苦，真正的痛苦真正的痛苦，也就是说世俗人也能够感觉得到这是痛苦的，所以这叫很明显的，很粗大的，所以这叫做痛苦。这个呢每一个人都觉得是痛苦，这个没有一个人说这是快乐的这是痛苦。这样的痛苦呢在六道轮回当中讲，主要是在地狱恶鬼畜生就是在这个恶趣当中。第二个叫做边苦边苦呢它虽然不是很明显，这个痛苦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呢这个过了以后就是它可以变成痛苦，变成痛苦。譬如说对一个常人来讲他看到死了一个陌生的人他看见就是死了一个陌生的人比如说在大街上出车祸死了一个人，而且这人是一个陌生的，我们不认识的那就没有什么感觉觉得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什么感受了。但是父母亲人这样子的话呢这就不一样了立即就是会有强烈的痛苦产生了。这是什么呢因为对他们有这种感情他引起这个痛苦的，他引起这种痛苦。如果没有这种感情的话不可能有这样的痛苦，就是像这些陌生的人一样，不可能有痛苦。那这些问题呢是有了这样子的他首先就是有这样子的感情，然后就会导致这个问题。同样的世俗的一些这个快乐所谓的快乐它就是会变成它可以变成这个它可以变成痛苦譬如说父母或者是这个兄弟姐妹或者是这个朋友大家都觉得在一起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很快乐因为他感觉聚会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是快乐，所以就分散分手的时候就不快乐了，就引起痛苦。如果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觉得快乐的话呢，分手的时候也不觉得痛苦。那么在一起的时候他越觉得快乐，那么就是分手的时候越就是感到痛苦。这是很自然的。这种这个快乐表面上它是一种快乐，它是一种快乐但是它实际上呢它有可能随时随地都变成痛苦。它有可能随时随地都变成痛苦。前面的这个快乐，所谓的快乐不存在的话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就不可能有这个痛。比如说在商场里面
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公共场所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陌生人啊，有很多很多这个不熟悉的面孔，看到了，聚会了，分手了啊，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任何的感觉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就跟他们离开的时候与他们离开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痛苦呢？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快乐，所以离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痛苦。这叫做边苦这个边苦呢，主要是在这个欲界任何天人天当中就存在这个痛苦就存在这个痛苦另外一个痛苦呢叫做行苦，这是行动的这个行苦行苦，这叫做为什么叫做行苦呢？它虽然生的时候也不感觉到痛苦，灭的时候也不感觉到痛苦，因为它很细微，所以我们常人的这种这个感官它不会太刺激所以就感觉不到但是呢它就会导致其他的痛苦，因为它是有漏的法因为它是有漏的法，所以在它的后面就肯定是会有痛苦的那这个痛苦它会引起来，它就有这个能力它有这个能力，它就是像一个火车的头一样它虽然现在不是很明显的痛苦，生的时候灭的时候都感觉不到，但是它这个它灭的它会引起其他的痛苦。这个痛苦在哪里呢？主要是在色界和无色界这个痛苦在色界和无色界佛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全面的完整的这样的思维，就是说就是下了这个定义如果没有这个边苦和苦苦，没有这个边苦和辛苦的话呢，光是从苦的角度来说那人间也有快乐人间也有幸福天人也有快乐也有幸福而且这些畜生他有些时候他也感觉到快乐但是这是一个片面的想法这就是说为什么是片面的想法这就是只考虑这个苦光是考虑苦我们就认为这个有苦就痛苦，没有这个苦就不痛苦了但是佛不这么认为，他是就前面讲的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轮回，整个轮回的全景比如说一个照片的全景一样，它不是一个轮回的一方面去考虑，它是轮回的整个轮回从细到粗的这个痛苦去思维了以后呢最后的定义是什么？最后的可以下什么样的结论那我们可以说整个轮回都是充满痛苦的，是这样讲的最重要的，比如说人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人很了解人的这个痛苦比这个畜生不要说地狱和这个不说地狱和这个恶鬼对于畜生的痛苦来说还是很轻的，基本上是没有那么大的痛苦很轻的。但是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就看看这个回头整个一生自己走过来的这个就这么20几年30几年40几年
那愿不愿意再做的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选择的机会的话，问你愿不愿意再从头这样开始，从头有过一个这样子的人生很多人是不愿意，很多人都觉得太累了太没有意义了。这是为什么呢？都知道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从苦有没有苦的角度来说呢，虽然也很多时候还是没有苦的，但是光是没有苦，这就不能说明不存在痛苦，有很多的痛苦。主要是在这个精神上的这个空虚，还有这个恐慌、恐惧这是很厉害的比如说做大生意的人为什么做呢？绝大多数的人就是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但是呢他的事业没有让他过好日子，反而就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这个压力很多人都最后过不下去也有这种问题，你们都很了解很清楚。还有很多人就是在不信佛呀没有修法的人年轻的时候也许不是很明显，但是人就上了年纪以后呢都开始这个因为精神上很空虚嘛，没有任何的益处。那个时候呢，虽然是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怕老的时候日子过不好，所以就拼命的去挣钱存钱但是最后呢，一面对这个生老病死的时候呢，这个钱就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如果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人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人也许这个有比较孝顺的儿女这样子的话呢生病的时候照顾然后呢就安稳如果在远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写一些信打电话寄一些卡片就而已。那其他能够帮什么忙呢？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益处了。现在就是光是要靠自己那么靠自己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自己就没有办法了。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比如说一辈子一生就是投入在这个物质生活的这当中，这些人他有一栋别墅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有一个豪华的轿车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这一切都是没有解决问题，那个时候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就越来越怕在精神上的这个这个空虚恐惧是很厉害的，所以很多人都是希望把它忘掉为了忘记它，为了回避这个现实到处去玩做种种的办法，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是沉重的压力，所以老是忘不了吃的再好住的再好也忘不了这个问题了所以越上年纪就越恐惧这样子那除了这些人以外，有些年轻人呢白天就是去上班也好，跟其他同事同学那就一起说话这样没什么问题，但是晚上回来一上床好好的思维到底人是为了什么生存的，为了什么活着的，以后是什么，以前是什么生命的量头是很模糊的，我们只看得见就这一点点眼前的这一点过去的生命的源头也是很模糊后面也是很模糊所以很多人都就不敢想这些问题，不敢想这些。
但是不敢想这个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不可能解决什么，总是要面对的，总是要面对的。所以很多人觉得人是最好的，但是呢因为就很多的这个物质的生活就是像麻醉药一样，它有些时候还是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生老病死是一个现实，不可能够逃避现实所以人也有很多的痛苦，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在后面往后什么样的处境，我们的处境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东西正在等待我们，这就是很难说很难说。再往下考虑的话，那就更可怕了这不是威胁什么人没有必要，为什么要威胁谁呢这就是讲现实事实不是吓唬什么人，没有必要，为什么要吓唬人不是威胁，不是吓唬，本身就是一种这样。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洗脑洗得厉害或者是环境或者是文化的背景就很多人就还没有感觉到也有一个元素，就是很多人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暴乱的问题，所以还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事情，还就拼命的去解决这些生活上的问题。也许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时候人们去思考这些问题无论是思考不思考，这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要面对的世界上所谓的再伟大的伟人也好，面对的平民百姓也要面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去思维这个问题，让我们早一点要苏醒过来为什么要早一点醒过来呢我们如果醒过来的话，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不醒过来，还是一直都这样下去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连我们都没有想到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是想到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就够了。这就是在这些以前的那些修行人就是这样，对这样的人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他说这就是跟畜生是一样的，畜生我们也知道他们也喜欢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穿是不可，吃得好过得好那这就是我们觉得好他们不一定觉得好，我们感觉到很好的他们不一定感觉，那我们感觉他们不好，但是他们自己肯定是感觉到很好的。对，那么这样的人跟畜生是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是和以前的这些修行人的结论，他们就这个的判断这也就是符合事实，不过分本身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人就是有这样的边苦其他有很多的痛苦呢，这个普贤上是言教这里面呢人的基本的有8种痛苦这是我们经常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亲身经历过的，而且每一个人经历过的这8种痛苦这个呢你们就看书，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去思维这个轮回痛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们觉得这个物质生活很好这个轮回很好人生很好这样的话呢，这就是像麻醉药一样的，然后让我们麻醉了以后呢，就暂时不感觉这些痛苦，暂时不感觉痛苦，但是呢它不可能生生世世能够麻醉我们，它终有一天呢它是不会起作用的
终有一天我们就是要离开这些东西。离开的时候呢，就隐藏在我们的，也就是说时时刻刻跟着我们的这些痛苦，那个时候它就会出现的。它就会出现的。但那个时候已经全部都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想办法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些人认为这是无所谓，但是这根本不是无所谓。比如说今天我们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的地方，你觉不觉得无所谓？不觉得没有地方住的话，肯定要想一些办法至少要找一个地方去躲雨的。这就是说明我们就这些是不觉得是无所谓。那么现在不觉得无所谓的话，那么以后的这些为什么说无所谓呢？不可能是无所谓，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就是说不要解决自己生活上的问题，每个人都觉得应该去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但是以后的事情为什么不要解决呢？后世、下一世、再下一世等等的，这些为什么不用解决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只看这个眼前，不看别的地方呢？没有理由的。有些人也许会说这个后世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科学的一种具有科学的论证但是后世存不存在，这些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很多这些人的胡思乱想。我觉得这个它跟没有这个科学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能够证明这个前世和后世不存在，这是一些人的想法而已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推翻这个前世今生的存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借口，没有什么好借口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去想的时候呢，就是要看这个轮回的要去看它的内幕也就是说需要比较这个深层次的去思维它，不要看它的表面因为我们看了这个它的表面所以我们就是从无始以来到今天一直流传在这个轮回当中，没有得到解脱这就是这个原因生生世世我们是就是被他们欺骗了，所以现在就是需要醒过来。这是第二个苦地的形象。第三个苦地的形象呢，无我和空性第三是无我，第四是空性。无我和空性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一样的。无我是什么呀？就是说我的这个肉体或者是精神它本身不存在一个我，这叫做无我空性是什么呢？它也在这个肉体和精神上面也不存在一个我来控制或者是统治它的，或者是统治它的，也不存在一个这样的我但是呢这两个都是讲无我的两个的，它也可以分开两个，但是实际上就是无我所以我们就不用分，就讲无我就好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视为这个无我呢？这是最关键的了。最关键的我们通过这个出离心、菩提心这些修法就减少了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这些贪心嗔恨心等等的这些烦恼。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空性的见解一个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的如果它解决不了的话呢，它就是像一根钢丝一样的，它把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就连接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连接了一起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自由自在了，没有办法自由自在，一直就是生生世世就把这个钢丝把我们束缚在这个肉体里面必须要跟它在一起，必须要跟它在一起的话，那有什么？那我们有负担呢，要养它呀，要养活它呀，那它而且它的要求也很高我们就是为了满足它的要求，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精神就是像一个他的佣人一样的就为了满足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钢丝要断掉，断掉了以后断掉了以后，比如说风筝，它这个弦断了以后呢，它是会在空中自由自在的飞走，它不会再回来。人想控制它是没有办法，在地面上的人想控制它没有办法。这为什么呢？因为人和那个风筝这两个东西连接的这个因素就不存在了，所以它会在这个空中自由自在的飞走。同样的，我们的今生也可以自由自在的飞走，但是这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是不可能。那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断掉了这根钢丝钢丝一般的东西，把我们束缚，紧紧的束缚在这个轮回或者是跟这个肉体一起的东西怎么去断掉？那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真悟空性。除了真悟空性以外，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最后还是真悟空性，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真悟空性的话呢那就我们就不存在我呀、你呀、他呀等等的分别不存在这样的分别以后呢，我们就没有自私的心，没有自私的心，从此以后我们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其他人，去杀生，去偷盗等等从此以后我们也不会有对害我的这些人有嗔恨心或者是为了自己就对有些物质呀人对他们生起这个贪心等等，从此以后就是都会消失了。他们消失了以后呢，从消嗔的角度来说，那就是自己解决了生老病死的问题。生老病死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自己就从这个轮回里面呢已经找到了很好的出路，而且达到了目的地了那就再也不用轮回就彻底的断除了这些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痛苦这是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这个希求的目的是这样消成。那大乘不是这样，前几天我们也讲过，大乘证悟了空性以后有什么呢？那有什么用处呢？大乘菩萨他证悟了空性以后呢，因为他就已经打破了自私的心因为我现在证悟了我都不存在了，有什么自私呢？那有可能有自私呢那没有自私的话，那我就是可以无自私无条件的利益众生无自私的奉献无条件的利益，从此以后我就可以能够做得到。这是他的目的无论是自己的解脱也好为了其他人的解脱也好必须要证悟空性。没有证悟空性，在没有证悟空性之前，我们还是有办法这个粗大的烦恼可以减少了但是没有办法解决根本的问题
解决根本问题的话，必须要有这个空心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的佛法的它的修行见解一切都是不生密不生密，是符合逻辑，符合事实。就是在这样讲起来的话呢，每个人都肯定，只要自己能够理解的话，了解的话，每个人听得懂的话，每个人都肯定会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很有道理。从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从这个轮回当中跳出去的一种出路一种出路，而且是一个很安全的出路的出口我们就已经找到了，出口找到了，但是呢走不走还是一个问题，走不走还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走的话呢你永远你已经找到了这个出口，但是你永远都会在这个路口就是在这个门口不会进去的这是就是在修行上的问题那这个呢，这个苦地的第三个形象，它的具体的修法呢无我的修法空性的修法第二个这个痛苦的修法呢在这个普贤上师演讲的外加性当中讲了这个轮回的痛苦，它具体的修法就是这个无常的修法呢现在从目前的情况看，能够导致很多烦恼的这个常见呢，不是很细微的常见，而是一个比较粗大的这个常见。这个常见要推翻这个常见的话，那就是要修这个普贤上师言教里面的这个无常的修法，这些修法修好了以后呢，就我们可以这个升起非常好的出离心而且是很坚定的出离心。从此以后呢，对解脱是很有希望的。所以这个学法修心对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人不这么认为这是人的错误，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人有佛心我们相信佛菩萨时时刻刻他们都在努力，所以我们相信最后还是每一个人都会能理解的最后能理解的因为第一个呢，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佛心，第二个呢，那么多的佛菩萨时时刻刻都在为这件事情而努力所以最后还是每个人都会理解的但是这个还是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一定要努力。从此以后我们这做的都是基本上都是在家人的话呢要处理很多家务家里的事情所以就是修行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但是每一天都有24个小时，这是不会少的那么每一天都有24个小时的话呢，那我们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就2个小时，每天2个小时去思维这些问题，其他的22个小时去做这些世俗的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就应该足够了吧
应该足够，所以是很重要修行人需要有正知正见，更需要有这个修法没有这些的话呢幸福虽然是很好是很难得的，是千载难逢，而且在这样的环境时代来说更难但是呢还是没有修行，没有具体的修行，还是不解决问题可以说解决问题，但是很难很难很难，所以还是要每一个人早一点要修行这自己无论是为了自己着想也好，为了终生打算也好这修行是很重要的这前面的3个呢这个苦地的形象，具体的修法呢我刚才讲的这些书里面有，你们就看这些书就修这是这3个呢是很重要的，其余的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的这些比如说很多的科学的研究很多哲学人的种种的这些观点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世俗间的传统的文化等等，也都属于这个苦地的形象那么这样讲的话，苦地的形象就是有成千上万个形象但是我们现在觉得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研究这些形象，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就挑选4种形象来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生活还是要做一个活的人那做一个活的人的话，就是要养自己，养自己的话还是需要做一些事情，需要做事情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学一些东西这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不是为了解脱，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这是一个临时的一种生存的方法。为了临时的生存，可以考虑再学一些，比如说学医学其他的这个技术也可以适当的学当然要去做一点事情，不可能一学佛以后呢，然后所有人都不做任何的事情这样子的话，那就佛教也没有前途了那就很可怕，很多人都不敢学了佛教徒历来就是有2种，一是出家人专门修行的人，另外一个是在家人，既要修行又要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实践的东西如果是为了自己，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的话呢，那当然不能常人那么的投入，适当的投入那就是一手抓修行另外一手就是抓这个生活上的一些事这样就可以了那修行是一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苦地的形象当中只取视为4个问题其他的呢就不视为了这是苦地，这以上讲的都是苦地那第2叫做集地4地当中的集地，集就是这个集团这个集会集这个集集是什么叫做集呢？有2种，一个是烦恼贪嗔痴慢等烦恼，另外就是以贪嗔痴慢所造的业无论是善业无论是恶业都叫做集地。他们为什么叫做集地呢？他们是让我们流转轮回的主要的因素是他们。
那这个为什么这叫做寂地呢？这寂就是寂主所有一切全部啊，都是一个内容啊。那他为什么说寂呢？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的全部的这个轮回的东西，都是从业和烦恼产生的，所以它叫做寂地。所以它叫做寂地。寂地它有这个贪嗔痴等烦恼，还有这个是善是不善的这些业。主要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呢？六道轮回不是造物主创造，不是上帝的安排不是任何一个人格化的上天创造的，这个不是，也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无因无缘的一种偶然的也不是那么简单。那么是什么呢？它有因有缘，它有因有缘，但是不是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也好，造物主也好，什么的创造的，不是这样子。那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因果关系而来的。那它的因是什么？果是什么？因就是这个第一个最关键的呢，就是我执。这个我执是什么呢？我执就是譬如说我们的头疼的时候呢，立即就冒出一个念头我的头很疼，这里面有一个我字。然后呢譬如说骑自行车在这个街上，突然间在这个前面就出来过来一辆车立即就感到恐惧，那个里面也有一个我字我就会撞这个车，也有一个我字，我的字。这些所有的这些我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根源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盲目的执着。但是它虽然是盲目的执着，但是这个盲目的执着呢，它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在这个4000人当中，他自己觉得非常的了不起的很伟人的他们的心都已经涵盖了，他已经被控制了这所有的世间人伟人普通人他已经把所有的人都控制了那他在起这个作用。因为有了这个我执因为有了我执以后呢，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喜欢自己不那么喜欢其他人。所以就如果喜欢其他人的话，他也就是根源还是出发点还是喜欢自己。所以呢他就会导致很多的贪嗔痴。譬如说有贪心就会去偷盗有嗔心就会去杀生，有贪心也去杀生他就会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他是肯定是有因，这些是有因，他肯定是有果的肯定是有。因为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看不见的这些这个细微的微观世界当中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因有果，都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因果的规律当中循环。所以现在去杀人偷盗，这个不可能没有果，绝对会有果的。它的果是什么呢？它果就是这个轮回当中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这个痛苦。那这叫做寂那我们现在最关键的要做的是什么呢？要做的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断除它，
要断除这个因啊，断除的话呢，那就是需要有修法，需要有真知真见，需要有真悟空性才能够断除啊，这叫做极地。这两个是轮回的因和轮回的果啊，下面是涅槃的因和果，也就是解脱的因和果。解脱的因是什么？解脱的因是道，这叫做道谛啊，四谛当中的道谛。道谛啊，在居士论里面呢，也有4种形象啊，但是我们不那么光讲啊。道谛它是主要什么呢？道谛最关键的就是像宗喀巴大师的3主要道啊，这里面就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显密的这个关键问题。他说什么呢？第一个是出离心啊，出离心以前我们再三的讲过，反反复复的讲过出离心就是不追求也就是说不把这个物质生活作为生存的目标人活着的目标。也不是说从此这个发了这个出离心以后，从此不要去吃好的东西呀，不要去穿好的呀，不要去住好的呀，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常人吃住玩这些呢，他就会作为他生存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活着呢？他没有别的目标，他就是自己过得好，过好的日子。什么叫做好日子呢？就是吃得好呀，穿得好，玩得好，这些叫做好日子那么他的生命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了他这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就是这些东西。那么有了出离心以后呢，就不能这样不能把这些东西作为人的生存的目标。那么什么作为生存的目标呢？我们需要树立起一个人生的目标，崇高的目标，这就是希求解脱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呢，那当然是大乘的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活着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这样子还达不到的话呢，那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的问题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穿衣服而活着，不是为了吃得好穿得好而活着，就是为了自己的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而活着这样子就叫做这个出离心。如果能够树立起这样的目标，叫做出离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菩提心，就更难了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这就是不是像现在的媒体报道的有些人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做一件好事呀，奉献了呀等等，不像这样子的。如果一个真正的菩萨他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就现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有些人也会奉献的，但是这是没有办法比喻的。就是要做到这样子的也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境界也就是说既不是为了自己既不是为了自己吃得好穿得好而活着，又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生老病死而活着。那是什么？为了什么活着呢？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活着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就菩提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空性，真悟空性的智慧道谛呢，基本上就是在这3个里面就包含了，其他的有一些细节的
但有一些细节的我们可以不讲。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上次也讲过。希望所有的人出离心和菩提心没有修起来之前，暂时不考虑修其他的法。我们不是没有其他的法可修，有大圆满，有大受益，有非常非常殊胜的法，不可思议的法但是我们人的根基跟不上的话，那也没有用。所以先修出离心、菩提心，再修这个空性。到底基本上就包含在这三个问题里面。那么这个到底它能够断除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基地，也就是这个烦恼它是能够彻底的断除这个烦恼。断除了烦恼以后呢比如说生病的时候，这个病的根治好了以后呢，这痛的感觉它自然就是会消失。同样的，基底烦恼解决了以后呢，那就不存在这个痛苦，不存在这个痛苦。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现在我们做凡夫人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有利的。比如说我们再观想这个墙是透明的，但是我们的眼睛在外面看不见，再观想也不起作用，因为它是一个很有利。但是当我们的修行的程度到达一定的层次的时候，在外面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呢，它是一个很微弱的东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改变它们，可以统治它们，可以控制它们那个时候呢，就外面的这些现象也就是会逐渐的淡化，甚至消失但是这种境界离我们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一定的距离。实际很多人也许这个会不会有可能，这是肯定的只是很多的高僧大德修行人已经是亲身经历过的不但是佛经上有记载，不但是我们有根据证据论证有很多高僧大德他是亲自经历过的，这是有办法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样，离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还是从出离心做起。这是道地。第三个问题。第四个就是灭地灭地是什么？灭地就是断除一切烦恼比如说这个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就这个一风吹散了以后呢，就露出蓝天看得见蓝天，不存在乌云。同样的，这个所有的烦恼和业，以出离心、菩提心、真无空性的见解，把它们彻底的断除了以后呢，剩下来的呢就是佛的智慧，光明的如来藏，它的本来的面目。这叫做灭地这是最后我们的结果，修行的结论，修行的结果修行的结果难道光是得到这个吗？也不是。我们证悟了这个光明，达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就更好、更完整、更有力的去利益众生，去度化众生转法轮度众生这是应该是达成佛法的最终的目标是这样子。那这以上呢，这叫做四谛四谛的苦谛我们就讲得广一点其他的三谛呢就讲得略一点就大概的讲了一下他们的具体的修法是很重要的，但是具体修法我刚才讲了这个外加性的修法里面有你们就看这些书每个人对每一个人来说
我们现在认为挣钱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批人呢就觉得修行是更重要的挣钱做事情也得要做要做，适当的去做不做的话没有办法生活，要去做，但是修行是更重要的所以修行是很重要那就不要去追求太神秘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走这个佛指点我们的这个实实在在的道路走上去就会有结果的，这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这个努力精进的，就刚才讲了，至少每天就是抽2个小时的时间去修。具体的修法呢这些书本上面有你们就看这些书。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他们只要是8年多年你别着呢把这家里干了结果这边做连着做说